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張凌赫拍了組雀斑妝大片，我看完才明白，少年感真的不是穿運動服。張凌赫這組假裝沒用力的大片，其實每一筆都算準了。很多人刷到張凌赫這組和某運動品牌合作的照片，掃一眼就下，不就是穿着針織衫的運動風少年嗎？可我第一眼看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誰告訴你少年感只要一件運動服就夠了？這組照片真正聰明的地方是把少年拆成了兩半，一半穿在身上，一半藏在臉上。先說衣服，整組圖從頭到尾就一套造型，白色針織衫，肩袖壓着墨綠色條紋，胸前一個黑色躍馬標誌，下身淺灰色運動褲，再加一雙白球鞋，顏色只用了3種白、墨綠、淺灰，全部是低飽和、偏冷調的那一掛。這種配色一眼看上去就有種涼白開的氣質，沒有汽水的絲辣刺激感，卻耐看。很多人習慣把運動風等同於熒光粉、熒光綠、熒光橙，覺得越亮越運動。那其實更像健身房教練風。真正的少年感是涼的、乾淨的，不帶攻擊性的。白配淺灰，再壓一點墨綠，視覺溫度往下降，畫面自然多了一點清風吹過操場的感覺。你要是把這套配色換成熒光橙配黑色，那味道立刻變成操場邊上吹哨的體育老師，那就不是這個故事了。衣服最多只能給他一個愛運動的殼，讓這組圖成立的關鍵藏在臉上那一層雀斑妝裡。你去回想第2張第5月的特寫，鼻樑和顴骨兩側分布着一圈細細碎碎的棕色小點，它們不是平均撒在整張臉上，而是越靠近臉側越密，越靠中心越稀。這個畫法非常接近真實雀斑的生長軌跡，被太陽曬得到的地方才會留下痕跡。好多化妝師畫雀斑時，為了好喜歡在鼻樑上密密麻麻點一排，反而有點畫出來給你看的故意感。這組就聰明在那種若有若無的自然。從造型語言上說，雀斑就像是陽光停留過的印章，它在傳遞一種信息：這個人小時候在外面跑，在曬到發紅的操場上打球，沒怎麼塗防曬，有真正的童年。造型師給他加雀斑，其實是在把一張精緻的明星臉輕輕做舊成一張在陽光底下長大的臉，有種舊照片的溫度感，又不刻意。本來一個乾乾淨淨、五官標準的臉很容易顯得距離感強，加上這一層雀斑，就從封面男明星變成了隔壁班那個老在外面曬得微微發紅的男生。有意思的是，很多普通男生對這種妝容是抗拒的，覺得點點點在臉上會不會像皮膚不好？但其實只要控制好力度，就能給你的整體氣質加分。你完全可以用一支棕色眉筆，在顴骨和鼻樑兩側輕輕點幾下，用手指或棉籤把邊緣暈開，只留一個隱約可見的印象就行。這個度很重要，點得太多太深就成了花臉，點得剛剛好，別人只會覺得你這張臉有故事，卻說不出具體原因。再往下看這9張圖的姿態變化，一套衣服拍9張，不靠換造型，靠的是狀態輪換。第1張，他雙手抱頭微微仰頭，像剛跑完一圈操場，在樹蔭下伸懶腰的瞬間。第2張，側着臉有點發呆，眼神飄向鏡頭之外，好像在神遊，完全不理鏡頭。第4張，整個人坐着，單手撐着臉，對着鏡頭笑，笑的不是那種廣告式的標準微笑，帶點隨性。第6張，整個人窩在墨綠色沙發裡，半平躺的姿勢，是這一組裡最鬆弛的一張。第8張，正面特寫，焦點集中在雀斑和微微蓬鬆的頭髮上，眼神往上一抬，少年感就立住了。這些姿態聽上去都是常規動作，
可連在一起的時候，畫面呈現的是一個人的不同瞬間，而不是9張複製粘貼的廣告圖。站、坐、靠、仰頭、低頭、發呆、微笑，每張都略有情緒差別。很多人拍照只會站直，看鏡頭，微笑，拍出來10張像複印，問題就出在狀態沒變。這一組恰好反過來，衣服沒變，狀態在不停變，視覺上自然就不膩。還有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小心機，那張顯眼的墨綠色沙發。這個沙發的顏色和針織衫肩袖上的墨綠條紋幾乎是同一組色號。造型團隊在選背景時刻意用同色系，讓服裝上的綠色在背景裡延伸出去，背景的綠色又回流進衣服中，畫面形成了一個色彩閉環。簡單說，就是你不會覺得人物是另貼上去的，整幅畫面像一張渾然一體的插畫。再提一句，他的頭髮，表面看是剛洗完頭隨手吹乾，頂着就出來了那種隨便。但只要你對頭髮稍微敏感一點，就會發現這個亂是被設計過的。真正沒打理的亂髮，一般是他的，有的沒有分層，而他這組照片裡，頭頂有蓬鬆度，側面有層次感，劉海長度被控制在剛好不遮住眼睛，又帶一點輕微遮擋，製造了一點點少年不經意的朦朧感。造型圈特別喜歡這種看上去毫不費力，其實每一縷都算過的狀態，很多人管這個叫假裝不認真。說到這，整組照片的少年感是怎麼堆出來的？其實已經有一個公式感的東西在裡面，冷調低飽和配色等於乾淨底色，雀斑等於陽光曬過的痕跡，鬆弛多變的姿態等於不刻意的氛圍感。3樣疊加，才從一個穿運動服的演員變成一個有生活感的少年。這讓我想到一個細節，某次品牌發布會的數據分析裡，有專門統計過白色上衣加灰色褲子的組合點擊率比其他配色高出大概1成左右，尤其在20歲左右用戶群裡，這個搭配的收藏量明顯更高。大家對這種乾淨又不過分張揚的配色有天然好感。這種偏冷、壓低明度的顏色，不會搶走人本身的注意力，反而更容易讓觀眾把視線停在臉上，停在神態上。少年感真正打動人的是那一點不經意的生命力，不是鮮豔顏色本身。這種搭法對普通人也很友好，你不需要全套照搬，只要抓住幾個關鍵點。比如說，你平時拍穿搭照，一套衣服拍出來總覺得都一樣，可以先從姿態下手。站一張，把重心放在一條腿上，讓身體微微傾斜。坐一張，找一把椅子或樓梯，手隨意撐在膝蓋上。靠牆一張，背輕輕貼着牆，眼睛看向側面。再來一張低頭，看手錶或者看鞋帶。最後一張乾脆別看鏡頭，讓目光穿過鏡頭，看遠處的某個點。別急着換衣服，把狀態先拉出層次，照片的故事感就多了。再說雀斑妝，很多人覺得那是女孩子專屬，其實從我來，男生適度用一點這種做舊的化妝手法，反而能削弱精心打扮的刻意感。因為現在的很多照片，一看就是打光打到膚色像拋光陶瓷，臉上什麼痕跡都沒有，這會讓人有一點不真實。適當保留一點人為的瑕疵，反倒更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有小夥伴可能會擔心日常上班不方便帶雀斑妝出門，那也沒關係，把這個留給你需要拍照的那幾次就好，拍完一卸就回到原樣。說回張凌赫，她的臉本身就是偏少年感的路線，五官乾淨，線條柔和，不帶攻擊性，再加上整體造型不往男性荷爾蒙爆棚的方向使勁，而是把那種剛剛常開的感覺留住。有一點我很有感觸，現在不少年輕演員一旦有點熱度，就喜歡往成熟化、男性化造型上靠，胡茬、黑皮、
肌肉線條通通上，生怕別人不覺得自己有男人味。可對很多觀眾來說，一個人的少年期是最難再抓回來的階段，過了這段，再往回找就很吃力。張凌赫這組照片，某種程度上是在幫他把這個時期做一個定格。有意思的是，這種看上去很自然的造型，背後往往需要更高的控制能力。你想想熒光色、誇張剪裁、奇怪配飾，一上身就會立刻把注意力拉到衣服上。情緒不好就用顏色代替，動作差一點也無所謂。可當造型選擇簡潔乾淨這條路時，任何一個小失誤都會被放大。頭髮塌一點，整個人就顯得疲憊；姿態一緊繃，就從少年變成模特練習照；雀斑點得重一點，又會變成特效化妝。這種時候要把握剛剛好的邊界，反而更考驗團隊的經驗。這組大片最好玩的地方在於，它是在用商業廣告的預算拍一個很生活化的少年故事。衣服不炫技，場景不花哨，連顏色都被壓住了，所有戲都讓給了這個人是什麼氣質。這和很多只拼預算把場景堆到天上的大片不一樣，它更像是一個造型團隊在認真討論觀眾心裡真正的少年是什麼樣子的。如果你剛好也在為自己的照片發愁，不妨試着從這組圖裡借一點思路，少一點炫耀，多一點細節，少一點我特意打扮，多一點我剛剛運動完隨手被拍到。哪怕你沒有品牌贊助，沒有專業攝影師，照樣可以用一件普通針織衫、一條簡單運動褲，加上一點點技巧，把自己的少年感留在鏡頭裡。很多年以後，衣服會換，潮流會過，品牌也會一個接一個，但那種鼻梁上淺淺一點雀斑，眼神裡帶着沒睡醒的慵懶，姿態裡又藏着一股蓄勢待發的勁兒，會變成一張照片裡最難得的東西。或許真正值得留住的，不是某個牌子的標誌，而是你在某個年齡段願意讓陽光和汗水，甚至一點點不完美，都老老實實的留在臉上的勇氣。